地球上真的存在外星人吗？美国军方在冷战时期的绝密星门计划中，通灵者发现了地球上的外星人基地，将笔记交给一位科学家后便离奇死亡。而星门计划解密后，人们发现其中还隐藏着一个8200计划，人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地球外星基地的秘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故事起源于美苏冷战时期，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霸权，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，其中就包括很多看似荒诞的项目。1972年，美国 CIA 得到消息，苏联方面很可能在进行关于超能力的研究，似乎是通过某种精神力来达到控制事物的目的。在极端冷战思维的影响下， CIA 虽然没有更确切的消息，但也不想让苏联人专美于前，于是他们也开始了对超能力的研究。仅仅是根据这一条不确定的消息，美国政府就投入了数千万美元，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。就在 CIA 启动项目却找不到头绪的时候，一个有关超能力者的事情发生了。同样是在1972年，科学家罗素塔格和哈尔普特在斯坦福研究所发起了 ESP 计划，目的就是研究超能力感知。他们想要知道，在西方极为流行的通灵和遥视能力是否真的存在，有没有科学依据。很快两人就找到了第一位参与实验的志愿者，自称是通灵者的英格斯旺。在见到斯旺后，两人对其进行了一场测试。当时斯坦福大学地下有一个大型磁力设备，但知道的人非常有限，连他们都不知道这个磁力设备具体的功能。于是他们让斯旺进行遥视，对地下设备进行探测描述。斯旺当即发动自己的遥视能力，结果他不但准确描述出地下设备的样子，甚至连磁力设备的数值也都精确描述出来。罗素两人感到十分震惊，这世界上难道真有超能力？就在两人准备继续对斯旺进行研究的时候，美国 CIA 却来请他们去喝茶了。原来这个地下磁力设备是用来探测苏联核试验动向的。斯旺的一番探查直接改变了设备的数值，差点让美国军方产生军事误判。不过三人并没有因此受到惩罚，因为 CIA 在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，立即将三人纳入到了他们的超能力项目中来，这就是美国著名的星门计划。星门计划如今已经解密，以下内容大部分都是星门计划的解密内容。不过虽然解密内容真实存在，但由于内容实在过于玄奥，请大家理性观看，当故事听听就好。斯旺和2名科学家加入星门计划之后，便开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，比如用遥视能力去查看苏联的某些特殊地点。 CIA 会将他们掌握苏联神秘区域的坐标发给斯旺，然后由斯旺通过坐标对这一地区进行遥视扫描。在测试中，斯旺总能准确说出目标地点的事物，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匪夷所思，也开始相信超能力真实存在。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另一位重要通灵人物也加入组织之中，这位通灵者就是帕特普莱斯。而正是这位通灵者不但找到了超前文明的基地，还发现了不明身份的外星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美国绝密星门计划解密，一个通灵者留给科学家的笔记上记载了地球上的4个外星人基地，但奇怪的是，发现外星基地的通灵者第2天便离奇死亡，这背后到底有何隐情？外星基地的发现者名为帕特普莱斯，他是早期加入星门计划的通灵者之一，只不过据说由于他第一个发现了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在第2天就被灭口。在加入星门计划之前，普莱斯是一位退休警察局局长，在警务工作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自己拥有通灵的能力。每当他通过神秘力量破获案件的时候，他都将其归咎于自己敏锐的直觉。直到退休之后，他才有时间来研究自己的直觉，最终才意识到自己拥有通灵的能力。普莱斯加入星门计划之后， CIA 也对他进行了测试，他们让普莱斯和斯旺分别对一处偏僻的度假小屋进行遥视，并描述那里的事物。不过这次遥视两人却出现了问题，因为他们描述在那个坐标处是一个军事基地，有一个大型雷达，守卫十分森严。 CIA 以为是两人通灵失败，不少人还以为两人暴露了真实面目，其实是一个骗子。
然而，当他们来到坐标地点后，发现这里虽然是度假小屋所在地，但在小屋几公里的位置，也的确有一个秘密军事基地。这个基地完全符合两人的描述，只不过连 CIA 都不知道，在这个小屋附近有这样一个基地，所以差点闹出乌龙。总之，这件事后，普莱斯也获得了 CIA 的信任，并开始执行各种深层次的任务。不过，在一次对苏联执行遥视任务的时候，普莱斯却发现了一个特殊情况，似乎感受到一种神秘的能量。这种能量处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耶斯山深处。不过，此时他正在执行任务，因此他没有进行深度观测，在报告的时候也没有提及此事。而在下班之后，他则开始自行对海耶斯山进行探索。结果在这里发现了让人震惊的事物。海耶斯山是一个荒无人烟的雪山，方圆10几里没有人烟，更没有任何道路。然而在大山深处，普莱斯却发现了一个大型基地，基地中到处都是高科技设备，很多设备他连名字都叫不出。但更让普莱斯震惊的是，操作这些机器的人竟然不是地球人，而是一个个脑袋比较大、身子比较细的外星人。普莱斯并不知道这些外星人在干什么，也不知道他们为何在这里。他本想向上级汇报，因为他害怕这是外星人的阴谋。但随后他就看到，这个基地中并非只有外星人，也只有人类存在。这些人类都穿着美国军方的制服，这似乎说明军方和外星人有某种联系，甚至可能是合作。这种秘密普莱斯根本不敢和任何人说起，他只能将消息记录到笔记上，并将笔记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人。星门计划最早的科学家之一哈尔普特，普莱斯的准备并非杞人忧天，因为在第2天晚上他就被人灭口了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外星人吗？美国绝密星门计划的多位亲历者都表示，他们看到了外星人，甚至有多位通灵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相同的4个外星基地。难道外星人一直在地球上吗？普莱斯在探查到海耶斯山的外星基地，并看到外星人之后，立即前往酒店居住，避免遭遇意外。然而在第2天，普莱斯就被发现死在酒店之中，很快他的尸体就被拉走火化，既没有通知家人，也没有进行尸检，现场也很快就被清理。直到一切做完之后，普莱斯的家人才知道他已经去世，死因是莫名其妙的心脏病。普莱斯死得悄无声息，但星门计划依然在继续。时间来到1980年，星门计划的负责人已经换成了斯奇普·阿特沃特。有一天，哈尔普特找到阿特沃特，并将普莱斯留下的笔记交给了他。在这份笔记中，除了前面提到的海耶斯山外星基地，还有另外3个外星基地，这些都是普莱斯在长期遥视中秘密记录下来的。其他3个基地分别为西班牙的佩尔迪多山、非洲的伊尼昂加尼山、澳洲的泽尔山。对于这份笔记，阿特沃特保持怀疑态度，于是他找来手下的其他通灵者，开始对这4个地方进行遥视检验。其中一位通灵者就是约瑟夫·麦克莫纳格。对于这次测验遥视，阿特沃特将其独立于星门计划之外，并取了另外一个名字，也就是8200计划。在探测之前，阿特沃特只给了约瑟夫4个坐标，其他信息一概没有提供。然而约瑟夫依然找到了这4处外星基地，并对其进行了更细致的描述。关于海耶斯山，约瑟夫表示这里一片荒凉，内部有一个巨大的基地，配有小型核电装置，有一种强大的能量，其中一个穹顶状的发射器似乎在发射什么东西。关于泽尔山，约瑟夫表示这里是一个巨大洞穴，通往一个穹顶大门，有一个地下指挥中心，设备十分先进。很快，约瑟夫的视线来到佩尔迪多山，这里同样有一个基地，但这似乎是一个新建基地，时间在最近几年。这些基地似乎都和太空中某个设备连接，他们在传输一些东西，送到更远的深空。而看到非洲伊尼昂加尼山后，约瑟夫又认为这个基地应该存在无数年，他已经无法辨别。不过这里和其他基地一样，都和太空中有某种联系。约瑟夫准确找到了这4个基地，并对基地进行了深度了解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看到外星人，因此也无法断定基地的作用和外星人的目的。然而在后续其他通灵者的观测中，一位通灵者表示他和外星人有了交流，外星人告诉他，他们不会干预地球上的任何事情，但会阻止人类破坏和毁灭地球。
球，因为他们需要地球上的某种资源，这也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。当然，以上内容只是新闻计划披露出的一部分，而大部分都经过民间传说的加工，并无科学证实。20世纪的美苏冷战，两国失去理智的军事科技比拼，给世界留下了太多科幻故事。为了忽悠苏联，美国官方都虚张声势地弄过一个星球大战计划，编出了一系列太空战的武器，但最后证明不过是一个政治谎言而已。所以，我们虽然不能傲慢地否认超自然力量和外星人的存在，但也要保持理智去看待所谓的外星传说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